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很早之前我就盘点过神奇宝贝里最强的5位道馆关注，然今天我要盘点一下那些年小智第一次挑战失败了的道馆训练家们。注意，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，有些打败过小智的道馆训练家其实并不怎么强，还有对战开头区的那些首脑们，很多人都说他们不算是道馆关注，所以我也偷一下懒，就不说他们了。首先第一位小刚，小刚是小智挑战的第一个道馆关注，由于刚开始啥都不懂，所以输是必然的。而第二次挑战时，因为小刚他爸的关系，还有加上场地漏水，小智才侥幸赢了小刚。第二位辣兹，辣兹我也说过很多次啊，特别变态的道馆训练家。由于前期超能力系神奇宝贝被刻画的太过 bug， 所以这仗根本没法打。即使是第二次，小智那也不算是赢了。第三位夏博，夏博是红莲道馆关注，他是一个喜欢猜谜语的老人。在神奇宝贝 TV 动画中，由于红莲岛被开发成旅游胜地，很少有人来挑战道馆，因此红莲道馆的原地址都变成一块废墟。当小智伙来到这个岛屿后，经过了种种智商的考验，才找到现有道馆所在地。夏博的王牌神奇宝贝是一只亚洲火龙，皮卡丘在对付他时完全就是被虐打。小智因为不忍心看着皮卡丘受伤，便主动选择投降。第二次挑战夏博时，因为喷火龙上场，小智才赢得了深红徽章。第4名小倩或者小西，小倩是成都地区满金市的道馆关注，她的最强神奇宝贝是一只大奶罐，凭借一招滚动，让小智3只神奇宝贝陆续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到了第二次对战，小智才想到了应对滚动的妙招，但是打败大奶罐后，小智就只剩下一只皮卡丘了。这个时候小倩就不打了，直接认输。第4位藤树，藤树是丰原地区的格斗系道馆关注，小智因为刚开始认为他天天在玩，所以便非常轻敌，甚至在输掉比赛后非常愤怒，还哄了小胜。后来小智在沙滩上看到藤树又在冲浪，才明白了原来所谓的玩其实是在特训，小智感到非常羞愧。后来经过一番特训，小智才在第二次挑战中打赢了他。第5位千里，千里是小智的爸爸。小智来到丰原地区，见到第一个道馆关注正是千里。当时小智本想挑战他，但是千里却告诉他要3只神奇宝贝才行。不过最后千里还是破例和小智进行一场非正式的比赛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千里将过渡泳的特性发挥的淋漓尽致，皮卡丘虽然很努力，但还是输了。小智第二次和他对战时，手里已经有了4个徽章。在这次交流中，由于森林蜥蜴给力的一把，在最后关头发挥出了特性心率，草系绝招威力大增，所以才险胜了他。第6位朴泰，朴泰是小智在12地区挑战的第一个道馆关注。当时真丝挑战朴泰，小智一直在旁边看着。当真丝赢了之后，小智提出要真丝也观看自己的战斗，最后真的是啪啪打脸。由于小智不像真丝那样使用属性有利的神奇宝贝，所以战斗一度陷入僵局，最后惨败。第二次挑战时，朴泰的头盖龙还进化成了战锤龙，这就更加难对付了。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小智学了一套完美的躲避攻击的方式，利用这点，小智才获得了道馆徽章。第7位芦荟，芦荟是小智在伊修地区挑战的第2位道馆关注。当时芦荟灵活地运用神奇宝贝特性，再加上小智用的全是刚刚收服的神奇宝贝，所以小智这一次被完虐了。第二次挑战时，又是经过一番特训，水水獭拼尽全力跟布少鼠打成了平手。所有暖暖猪利用新学会的绝招萧焰冲锋，才打败了芦荟的哈迪犬，于是就这样赢得了徽章。第8位紫罗兰，紫罗兰是3色堇的妹妹，同时也是道馆馆主。由于皮卡丘在这场战争中不太给力，没有打赢紫罗兰的溜溜糖球，因此第1枚徽章没有顺利得到。吃过一次亏的小智，后来在西特龙的帮助下也就赢了。第9位德芙，德芙是卡洛斯地区的冰系道馆关注，他这个人就比较有意思了。在道馆比赛中，他会根据挑战者的能力来相应的调整自己的实力，以此促进挑战者进步。小智第一次挑战他时，被他的冰岩怪陆续打败了3只神奇宝贝，但是冰岩怪还不是他最厉害的。这场战斗输掉后，德芙告诉小智，输的原因是因为他和甲贺忍蛙的羁绊不够深。在加强羁绊后，小智又重新回来挑战，这次德芙才真正拿出了真本事。他让暴雪王超进化，但最后还是没有赢过小智和甲贺忍蛙的羁绊进化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